与凤行 vs 小日子4集后，观众态度明显不同，国剧市场终于支棱了起来。央视的《江河之上》领跑收视，又拿出《欢乐颂5》这部爆款续集，持续拿捏观众胃口。各个卫视自然也没闲着，先是东方台携手浙江台推出《小日子》家庭生活剧的观众缘一直不错，随后芒果台放出《与凤行》。仙侠剧一向受年轻人的喜爱，当生活遇到仙侠，究竟哪一部剧能拔得头筹？看数据，与凤行胜了，那口碑呢？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小日子以气剧。正片开始的第1秒就充斥着狗血的味道。朱劲草陈小世与老婆顾茉莉同姚氏相约酒店，卿卿我，搂搂抱抱，镜头一转，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回公司上班了。与此同时，朱妈萨日那是在茉莉衣服里翻出了酒店发票，以为儿媳出轨，二话不说冲到儿媳公司大闹一通，害得茉莉丢了单。原来一家人的房子太小住不开，小夫妻俩只能出去开房解决需求。然而朱妈还不满意，一直说茉莉败家。为了彻底解决婆媳间的矛盾，朱劲草和老婆商量过后，决定卖小房子，买大房子。到这儿都是合理的，可后面的剧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朱劲草负责说服自己爸妈卖房，朱家父母不同意，觉得57平的小房子够一家5口人住。顾茉莉向自己父母借钱，顾家不给，原因是当初小夫妻俩准备买房的时候，顾家出钱被朱家拒绝，就是不想在房本上写茉莉的名字。茉莉和劲草结婚7年，婆家还处处防着她，如果买房的话，顾家父母愿意出全款，前提是房本不写劲草的名字。然而茉莉不愿意了，觉得父母把自己老公当外人，与父母吵了一架，却不知朱劲草一家也把她当成外人。这么大的恋爱脑算是没救了。眼看女儿说不通，顾家父母找到朱劲草和他商量这件事。白白住一个大房子，况且丈母娘的做法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劲草还觉得他是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委屈巴巴地签下放弃房产的协议。软饭硬吃的妈宝男，自卑又敏感。而在签协议的时候被茉莉知道后，两人决定靠自己买房。朱劲草一张3年买房的大饼，给茉莉喂得饱饱的。恋爱脑和软饭男简介绝配。不过一直相爱的两人扛过了奇葩的朱家父母还有顾家父母的干预生活，却没扛过彼此的不信任。下午吵架，第2天一早离婚，下午和好了，就是你们这种人促成了离婚冷静期的诞生吧。更离谱的是，两人在离婚冷静期突然发现这种方式能维系他们的婚姻，然后真离婚了。合法夫妻暴改地下情人，只能说编剧的脑洞是我等凡人无法理解的。用离婚治愈爱情，放在韩剧都相当狗血。韩剧都开始走复仇大女主路线了，国剧还在制造焦虑，这样的剧想要收获好口碑，基本没戏了。与凤行，狂追到底。谁说仙侠没好货？这不就来了。点开与凤行的正片，就是纯正的仙侠味儿，里子和面子全都拿捏住了。面子自然是视觉效果，神仙打架的场面从开场就将全剧的质量拉高一个层次，运镜高级酷炫，比那些 PPT 式的转场不知好了多少。特效逼真，昏暗的色调衬托出紧张压抑的氛围，与角色心境、剧情相呼应，质感爆棚。配合赵丽颖丝滑的打戏，一个空中转身行云流水，黑夜光影交错，特效与人物合二为一，满足了观众对神仙的幻想。里子则是故事本身。与凤行是男女双强的设定，女主沈黎赵丽颖是不可一世的碧苍王，因逃婚流落人间，并化成原形，一只长得像鸡的凤凰。男主行止林更新世则是最后一位上古神，在人间体验生活，化身为凡人行云，明明什么都懂，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外表冷酷，内心善良，一个深藏不露，扮猪吃老虎。
等到他们真正了解彼此时，面临的是来自三界的动乱，背负的是拯救苍生的责任，家与国的权衡，小情与大爱的抉择，成了两人必须要跨越的大山。故事主线相对严肃，而剧集却设置的许多笑点，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追剧。比如，男主不小心掉下水，女主抓住他的一绺头发，给他拎上来，看着手中被薅掉头发，还不忘吐槽一句：“不会游泳还住水边。”各种意料不到的情节，简直踩在观众的笑点上蹦迪。除了特效和故事给力外，与凤行的演员也相当给力，尤其是两位主演。赵丽颖饰演的碧苍王沈黎，骨子里带着一股骄傲，即使脱去战甲，穿着朴素的衣裳，那股强大的气场也留在身上。林更新饰演的行止，拖着一副虚弱的身体，手无缚鸡之力，不经意间的眼神又透着审视，为角色后期的转变做了铺垫。两人的二搭更是圆了不少楚乔传中楚乔和宇文玥的遗憾，样样都不拉胯，与凤行不好看都难。小日子与凤行各看4集，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前者一味的制造焦虑，导致剧情脱离实际，主角人设不讨好，配角完全脸谱化，剧情越看越离谱。真的很想问一句，编剧没下过凡吗？反之，与凤行从故事、特效到演员演技，全部在线。仙侠剧终于给观众吃点好的了。在看过太多粗制滥造的仙侠剧后，观众无比惊喜。都市生活题材和仙侠神话题材看似没有可比性，但不论什么时候，故事和质量都是剧集的底气，能让观众看下去的才是好剧。你觉得这两部剧哪一部更好呢？与凤行作为一部完全在线播出的古装神话剧，从故事情节、特效效果到演员的表演技巧，每个方面都展现出了精湛的水平，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在观看了太多质量低劣的古装剧后，观众们对这部童话故事片感到非常惊喜。与凤行与小日子是两部截然不同的剧集，但对于观众们的选择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的观众看了与凤行之后选择放弃，而有的观众却疯狂追逐到底。这种差异反映了与凤行的精彩和吸引力，以及每个观众对作品品质的不同认知和审美标准。与凤行以其优秀的制作和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肯定，证明了好的作品总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触动他们的心灵。相信随着剧情的深入和角色的发展，与凤行将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成为一部备受追捧的经典之作。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着与凤行的精彩续集，相信在导演、演员和整个制作团队的努力下，这部剧定会继续为观众们呈现出更多精彩的故事和画面，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长风破浪正式更名追风者，中韩泰三的同步播放，再展文化魅力。国内备受瞩目的民国金融谍战剧《追风者》原名《长风破浪》，即将于3月21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CCTV8 黄金档以及韩国、泰国同步播出。该剧不仅在国内掀起冠剧热潮，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化输出力量。在经历《长风破浪》金色征途、《长风破浪》的改名历程后，央视终于赐下了追光者这个名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青年演员王一博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其从偶像转型为实力派演员的成功蜕变。追风者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离不开剧中灵魂人物的选择。据制片人张书维透露，王一博的角色是由业内资深人士陈芷溪大力推荐。陈芷溪对王一博在电影《热烈》中的精湛演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在表演上的潜力无限，适合担纲追风者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角色。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和肯定，导演姚晓峰与张书维决定前往乐华娱乐与杜化及王一博本人进行深入交谈。初见王一博，外界对其印象大多停留在他的唱跳才华和舞台魅力上，导演姚晓峰心中曾有过疑虑，担忧双方可能由于艺术背景的不同而缺乏有效的沟通基础。
然而，在实际会面过程中，王一博所展现出的干净纯真、青涩内敛的一面让人印象深刻。面对行业前辈，他表现出极高的尊重与谦逊，静默倾听，言语得体。这种沉稳而懂事的性格特质，恰恰与剧中角色所需的内在气质不谋而合，最终促使导演组坚定地敲定了由王一博主演的决定。《追风者》作为一部集合了众多实力派演员如李沁、王阳等的高品质剧集，通过讲述民国时期的金融谍战故事，展现了我国电视剧制作水平的不断提升。此次三国同步播出，不仅是对剧集品质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重要展示。王一博凭借其在剧中的精彩演出，不仅在国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在国际舞台上成功传递了中国年轻一代演员的专业素养与精神风貌。该剧在韩国和泰国等的同步上映，无疑为中国影视剧走出国门，实现全球影响力拓展树立了新的标杆。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表现，不仅丰富了他的演艺生涯，也为中韩泰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桥梁，推动着中国影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合作与交流。《追风者》在跨国播出中收获的良好反响，既体现了剧集本身的艺术成就，也是对王一博个人成长与转型的有力见证。它不仅仅是一部优质的电视剧作品，更是一个关于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促进国际间文化对话与理解的成功案例。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像《追风者》这样具有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底蕴的作品涌现出来，继续书写中国电视剧的新篇章。长风破浪改名为《追风者》，并且将在中、韩、泰三国同步播出，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文化输出。这部电视剧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的演员阵容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而此次跨国播出更是将其影响力扩大到了更广阔的领域。首先，剧名的改动体现了制作方对作品的重新定位和审视。追风者这个新的剧名更加贴合剧情主题，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和记忆。这也为剧集的宣传和推广带来了新的机遇，有助于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其次，中、韩、泰三国同步播出意味着该剧将会触及到更广泛的观众群体。这种跨国播出模式不仅有利于加深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也为剧集的影响力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持。观众们可以通过这部剧更加直观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交流。总的来说，《追风者》的改名和跨国播出标志着中国电视剧在国际市场上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这部剧不仅展现了中国电视剧的制作水平和影响力，也为中韩泰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相信通过这次播出，《追风者》将会吸引更多国际观众的关注，成为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佳作。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